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10号。相信这20天以来，比特币家人们的多单，手上利润是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包括我个人 15K 抄底的多单，目前也是选择继续报。然后昨天跟前天，也就是周六跟周日的时候，是跟朋友们讲，我估计这个位置主力是在高度控盘。那等下也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鲸鱼到底是在干嘛？所以也是跟朋友们讲，既然是在高度控盘，我的判断整理到位，这个位置不排除有可能会继续往上突破，或者今天视频再来跟大家聊一下，也就是家人们手上现有的多单，它如果继续往上突破变盘的情况下，我们利润可以继续扩大到哪一个位置，也就是比特币下一个上涨的目标位在哪一个位置，我们到时候要去观察一下，有可能会震荡整理，以及包括目前比特币日线4个小时或者是周线里面的一些技术形态，有哪一些重点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就这2天在这个位置，感觉经常是重心要往下移，但是跌也跌不下去。然后我周六周日的时候是直接跟朋友们讲，我估计有可能会往上去突破，但是现在一根上涨是这样子它力度并不是很大，昨天其实就涨了 1.35 包括我这2天也是有跟家人们讲过，就是它如果这个位置整理到位，真的要往上去突破，量能不一定要放大，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周线比特币里面的形态，它这3根整理的形态也可以看出是主力在高度控盘，就是收盘基本上是收在周线里面这一根实体的最高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19年的一个位置，昨天也是在跟朋友们讲，可以观察一下19年当时底部整理到位，周线突破以后，这边整理了3根，很明显的观察一下，它是在整理，跌的时候是有量，涨的时候是没量，跌的时候是有量，所以有时候突破的位置，像这一根突破了这3根整理高位的时候，它不一定要放量所以现在的位置，我的观点有可能也是类似19年这个位置的一个行情，目前主力是在高度控盘。那我们再观察一下，为什么是觉得主力在高度控盘我们要思考一下，当时硅谷银行爆发危机的时候，是希望朋友们在这个位置你一定要重仓，千金难买牛回头，而且之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有一只鲸鱼是在这个位置8号的位置是买了超过3万枚的比特币，那我等下来跟大家跟踪一下，它到现在都还没有卖出，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就这一波拉升，主力是高度控盘，根本就不给那些空头的交易者重新买入的机会。而且我们最近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比特币30天以来交易所比特币钱包的余额，我们可以观察一下30天以来基本上所有的交易所都是在往外流出说明也是有人不断的因为那一些银行倒闭或者是有可能会担心金融危机会不会爆发，很多人也是觉得手上的钱完全就是一张废纸所以目前很多资金从交易所买入以后，基本上都是在往外流出特别是欧美系的一些交易所，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Coinbase， 我们不看30天就7天以来 Coinbase 也是在往外流出，然后 OK 的是在往外流出， Gemini 也是在往外流出，我们可以看一下 Bybit 或者这些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往外流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一段时间30天以来的整个比特币的流出量，这个位置还在190万枚左右现在的话只有190万枚，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尽量给我看大长线包括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到，大陆那边货币超发是更恐怖所以未来肯定会有不断的资金流入进来，所以有可能未来交易所只要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很多人是在担心比特币涨到10万或者涨到100万，它的市值会达到哪一个程度。我的观点是，只要有些人买完的话，他可能不卖，整个大长线就给我继续往上看然后我们要观察一下它这个位置整理震荡的区间，比如说当时在8号的这个位置有一只鲸鱼是买了超过3万枚的比特币，或者是1月4号的时候，就在这个区间有2只鲸鱼，现在有一只鲸鱼不知道是跑到哪里，但是还有一只鲸鱼最近的动向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比特币钱包排名100的地址，
可以先观察一下3月8号的这一只金鱼啊，它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钱包，第一次是转了3万多枚到这个钱包，相信应该就是有只金鱼在买入啊，它到现在都没有做卖出的动作，3万枚是一直在持有，所以我是相信最近既然交易所的比特币是在往外流出，然后之前买入的一些大金鱼是都没有做卖出的动作，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62名的，也就是1月初的时候是有跟大家讲一定要去追加比特币，这一只金鱼 3FRM 开头排名是在62的这一只金鱼，跟踪到现在也可以观察一下，他们也没有在做卖出的动作，13800多枚啊，金鱼都没有卖，有可能他们也是在计划更高的一个目标位。然后我们观察一下就目前比特币日线的形态，我个人的观点是，因为是周六周日跟大家讲这个位置，我估计可能要往上去变盘，所以也是在判断，如果这2天它真的要往上继续涨的情况下，我个人观点这一个低点大约是在$27,800附近，也就是这个20MA 附近，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超短线的一个支撑区。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就这一个比特币日线的 MACD 指标，其实 MACD 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是这里的一个形态，可以观察一下1根、2根、3根、4根、5根、6根、7根、8根、9根、10根，它现在 MACD 已经是10根，所以我个人的判断，这个位置变盘向上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一般10根调整也是相对比较适合，如果它10根不够，有没有可能再去20根也是不排除。不过目前的位置，我个人判断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 KD 指标是在50上方已经进叉了，这个位置50就是多空的一个平衡区，而且 MACD 它也是在0轴上方，现在红柱是放了10根，所以我个人判断短期尽量给我往上去看吧。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如说日线的比特币 DMI 指标，它现在这一个绿色的线跟这个红色的线不是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结构嘛，就是绿线它是在金叉这个红色的线，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的形态啊，因为日线是看到量能还是有一点欠缺啊，其实这2根上涨4个小时里面它是有一些量能啊。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比如说4个小时比特币的 MACD 或者 KD 指标也是金叉的结构，而且这个位置现在才放了3根，然后4个小时里面的一个支撑位可以观察一下，也就是昨天感觉是要往下破位啊，这2个下影线的位置，这个位置大约就是在$27,800，短线的这个支撑位是非常的强，因为我感觉防守位其实也就1%啊，这个位置如果有错的情况下，其实止损空间我感觉也并不多，所以尽量给我往上去看。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日线比特币上涨的目标有可能会到哪一个位置啊？我们首先观察一下，就是这几天一直在跟朋友们判断的周线里面，在去年的5月份，这边不是有一个3周的一个整理区，从周线里面的 K 线看的是很明显啊，就是这3根 K 线，它这个位置整理的3根也应该是在呼应这个位置的一个压力，是不是在这边把筹码化解掉，然后看这一周会不会变盘去突破这个压力位。然后我有算了一下一些目标位，如果真的上去大约是在$29,500附近，我们可以拉进来观察一下这根 K 线的高原位置，大约是在矩形的一半位置是在$29,400附近，这个位置崩盘的一个位置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压力区，如果$29,500能过，还有一个目标位，那我们要观察它的一个量能，因为就是它整个矩形的上沿位置，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当时的量能，如果这个$29,500最大的一个量能能过，还有几个压力位，就是在31000到32000附近，这一个矩形的上沿位置也是有一个压力区，所以这2天就先观察吧，主力在这一周到底会不会去突破这个3万，不过也要去留意一下周3的时候美国那边 CPI 是要公布，预测值是在 5.2。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狗狗币的短期形态啊，其实昨天已经是来了一个日线的多方吞噬，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里面，也就是这个位置它感觉是走了一个破底方啊，这边不是一个箱体的区间，
它不是破位，破位又重新回到这个箱体，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这个高位应该是要过。然后反手位可以观察一下，也就是1个小时里面，这边不是有一个类似一个 N 型的整理区嘛？那这边是有一个整理区，我个人观点，这个位置大约是在 0.0815 附近，也是很重要短线的一个支撑区。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以太坊的一个走势啊，我个人判断有可能这个位置是在震荡啊。其实这边有一个箱体的区间，它有一个支撑位是在这个上影线，不过上影线现在是破了，破的话，那几个实体的一个位置，比如说这一根实体的收盘价跟这一根实体的开盘价附近，或者这个位置大约是在1810附近，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啊。尽量看整理吧，整理完既然趋势是向上的情况下，尽量给我往上去看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